那个我要讲干话了。好，那个武庙商圈，好，武庙商圈公寓5楼，以前在卖都189，就这样哦。然后那个烂一点、小一点168，189万呢，你一个公寓不用200万呢，哦。然后我就去问林店，然后林店啊这个贵了，我靠，所以以前更便宜嘛？他说对，他说有那个叫民族国宅，哦，然后我说他有多便宜，他说他一户应该那个国宅哦，3房的哦，电梯哦，他说他一户110万买得到哦。我说我靠，真的假的？可是他说那个很烂啊，那个你买下去哦，你整理的钱可能都超过房价。我就看过那个时代啊，对啊，所以我也会有这个心魔哦。20年前买房最轻松吗？哦，先说结论。20年前虽然房价比较低啊，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负担还是很沉重的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你买得起哪里，如果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哦，20年前买房最轻松吗？这是我们来聊一个新闻哦，标题我念一下，就20年前买房最轻松，现在70岁退休缴不完，网站哪个时代最好过哦？40年前选芒草版信义区不就更好过哦？那这个内容我大概讲一下就好，就是网友在赞说现在房价超级高，如果是20年前的人买房很简单嘛，那时候百花齐放，台湾经济起飞，什么台湾基因卡邦什么有没的。10大建设安诺都安诺，一间房子的头期款可能才30到40万，就算你是一个超商的打工，那你存几年也是可以买房子的哦。所以我这20年来，一年过得比一年苦哦，就是说政府害的哦都在讲这些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这个其实就是拿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嘛。哦，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啊，好，比方说基本薪资哦。来，你来看这张图。好，那时候的基本薪资15840元，基本时薪66块，不足，不是95块哦，是66块哦。95块是2007年才调整的，所以你说 Seven 的打工哦，领时薪66块，然后基本月薪15840块，这还是大企业的嘞。那个民间洗碗或是送便当，可能都这个价钱以下。你就领这个1万多块，然后你要存到30万去做头期款去买房子，你看你要存多久？我帮你算好哦。那如果不吃不喝的话，要存1年半。好，那我说的是头期款哦。那再加上吃喝的话，大概要存个5、6年左右。好，那我知道又有人要嘴，他说对啊，5、6年还是比现在容易啊。因为他5年前、5年后房价也没高很多啊。对，但是他的薪水啊，明显是无法再去负担那个房价的。你觉得可以是你用你现在的薪水去看20年前的房子，不然你要在那边讨论，你干嘛不去买50年前的敦化南路来？你看，然后还要找到这个广告，50年前的敦化南路，烫金门牌，尊爵不凡，这个天龙人中的天龙人啊，一平2.9万，那你干嘛不买？对不对？你当时怎么没买？你爸妈怎么没买？就那时候一平2.9万，可是对50年前的时空背景来讲，这还是一样超难啊！台北市的房子就没有便宜过啊。所以你要知道以前买房有多难哦。这一集我应该要找个60、70岁的阿伯来一起访谈哦，他讲的他一定是比我对位的嘛。好，来，你要知道以前买房有多难哦。那我们就来聊聊以前买房子这件事有多困难哦。这个时间就定在这个网友讲的2005年左右哦。欢迎你也来补充。就2005嘛，那时候我还在妈妈10块哦，也还没开始看房地产。那我没有找到2005年的数字，但你可以看一下2010的，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哈。我简单念一下：2010平均贷款时间16.5年，2015平均贷款时间19.8年，2020平均贷款时间22.3年哦。对，就是现在哦。现在觉得理所当然的30年房贷哈，就算是5年前也都还没开始哦。银行还是就是大概在放20年房贷而已。所以20年前的房子虽然看起来比那个价格都很便宜哦，可是它还款压力是重的。不然你想想看，如果当时的房子买起来都很轻松，然后大家都在居住正义的话，在1989年的时候就不会出现无壳瓜牛运动了。房价高是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事呢？以前就那边无壳瓜牛了呢。来，
这一张是天下杂志的图片，你看多少人在游行啊，抗议的就是高房价，害他们要做无壳瓜牛哦。1989年的房价，以你现在的收入来看，哦，你要这样子去类比的话，不是超便宜吗？哦，那就是说1989年的当下，他去面对当下的那个房价，他还是很吃力啊。哦，最后你要知道，把握现在的房价哦。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要从现在去看过去哦，那你就买不下手。好，那像我们刚才讲的原 po 哈，就前面讲的这些道理，原 po 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都大学毕业，怎么会不知道？哦，那就算我没有找这些资料来佐证哦，那他其实也知道，当时的人哦，当时的收入要买房子也是相当辛苦的。那为什么他要发文来骂？哦，那反应那么大，心魔哦，心魔，因为他就看到。他想看的东西，就说以前才多少，现在怎么变这样？而且房子这种东西会折旧呢，一年比一年旧，它价格应该要一年比一年便宜啊，怎么那边越来越贵哦？就变成这样。以前房子好买，以前房子便宜，这不是大概每隔几个月在讨论版都要再占一次的东西吗？哦，好，那所以这很正常啦，大家都会有这个心魔，所以我会建议你现在开始练习，你用未来的角度来看现在，你用2030来看2025的房价，你应该会比较有勇气去执行购屋的计划，买房自产的计划哦。反正现在政府不是你买了要放5年吗？对啊，你也不是说2025买，然后2026就大涨，那你就要卖掉。哎，你一卖掉，你还面临这个房地合一45%，然后你说没有没有，我用重购退税，哎，重购退税也不轻松呢。你重购退税之后，你下一手买的要绑5年自住呢，纯自住呢，那这明明就是你自产的房子，你也不会来这里住啊，他就是要你空屋5年的意思，你又有意见，对啊，所以我会说你就。刚好是符合这个政府操作的周期嘛，哦，政府让你合法操作的周期就是，那你就来等个5年，所以你用2030来回头看今年的房价，你用这种技法来看的话，那你会比较敢于做决定，而不是说都畏畏缩缩，真的吗？还会更高吗？怎么可能？啊，这个再涨上去还得了哦？那就变成止步不前。同理啊，现在2025的房价哦都被你看到了哦，那现在有个房子要卖你2020的价格，你要不要？对啊，同理啊，那。一样哦，你在2030的时候回过头来看2025的房价，会不会出现？就你从2025看2020的情况，会啊，这几率是高的啊。那你说啊，我们人又没办法预测未来，我要怎么样用2030来回头看2025？对啊，我也不会预测未来啊。好，那我们能依仗的是什么？好，重大建设，对不对？好，2025到2030的房价变化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哦，但我知道，我很确定的事情是，引入人口的重大建设会在这一个时间段落成，那不就好了？对啊，那不就好了哦？那你就会觉得，现在2025重大建设还没落成之前，其实都还比较便宜，因为这个落成以后，吼，一定会在大幅往上拉一截，因为它不是什么里民活动中心哦，它是一个会引入3000人工作机会的红海 Y15连开案哦，就这样哦，那你的信心就会有了。例如说，你现在看高雄预售一坪上60万，好夸张。但是你用2030的角度回来看，我乱讲，2030的高雄预售可能已经有案子给他摸到90哦。先说，我这个说法我不负责任哦，我只是举例，这很可能会发生啊。板桥都突破110万了，有没有什么东西？吓一跳哦。中永和有个突破100万的预售都出现了，怎么会这样哦？那你转眼一看，怎么会这样？对啊，所以高雄才摸个90，那种顶尖案子的小坪数给它摸到90，这很可能会发生啊。好，那当你用1坪90的眼光来看现在1坪60的预售，你会觉得怎么样？就还可以啊，对啊。然后你再看这个预售60旁边的中古1坪还趴在30几在那边传那就 OK 啦。房价这种东西是。每个时代自己相对的事情，预售就是负责创新高就对了，然后它创新高速度真的很快，一开案就在卖嘛，就在成交嘛，这会导致中古都还没有反应上去。房价是这样，大家都在这个 level 的水平线，然后预售跳起来，他就去广告，他就去安心亚站台，他就去什么台资源也有买，我这我乱讲这些艺人什么的也来买广告一做，然后大家就蜂拥而至，它价格就会被定锚在这边。可是那个附近的中古还没有跟上去啊，那这一段就会产生一个叫补涨的效应。
不然会很奇怪哈。就是我们讲说水往低处流，钱也是往低处流的哦，钱也是往低处流。让人看说，我靠，一坪60万，新房子是新房子，可是旁边还有一坪25的，哇，那论 CP 值，我还是去买2件好了哦，就会变成这样，然后那个中古就会被抬升起来啊。这一段就是我们俗称的中古屋的补涨，中古屋的补涨啊，在双北不明显哦，真的不明显。那在中南部叫超级明显，这个也是我这样搬来高雄之后我观察到的东西。可能双北一直以来都是，就是新房子的买盘跟中古屋的买盘就不是同一批人，你知道，就完全不会重叠哦，因为大家就觉得新房子是天价，好，天价有天价的买盘，可是中南部是可以比价的同一批人，然后就觉得说，是哦啊，虽然也是新房子，不过旁边中古怎么便宜啊？这不合理吧？那一坪已经便宜到35万去了，那40坪都便宜1000多万，这合理吗？我把它买起来，就这样哦。那到这个时候，你的心魔就会消失了哦，那你就比较敢在房地产这边做出决策。那我也提供一个我听到的金句给你哦，金句给 slogan 给你哦，越快接受越早享受哦，越快接受越早享受，就这样，什么早买早享受之类的吧哦，越快接受越早享受啊，就这样。那你能够越快接受房地产的现况哦，那你就能越早享受后面的增值啊。我知道又会有人要说，哪有可能房地产一路向上？哎，对哦，你讲的对，以前台股这边破万点是会大肆庆祝的啊，现在台股不是常驻2万点啊？对啊，那你觉得台湾未来的经济？就台股已经反映给你看，就是站稳2万多点，它是要怎么样变得很差很差来让房价下跌？那个股市都是房市的领先指标嘛，对啊，所以房地产会不会永远上涨？哦，绝对不会哦，绝对不会。就有回调的时候啊，历史上也看得到，这个历史也不用追溯到什么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不用啊，就过去十几年就会发生。但你看它低迷，不是一下就要爬起来了，对啊，所以。我会说，房地产是防御性的资产啊，那它已经很稳健、很稳健了啊。如果房地产你给它买在低谷买在下跌中，其实那没有什么关系耶，真的是没什么关系耶。我们一样回到那个5年周期论我会员影片拍的那个，你在台湾过去每个县市表现的房价，你用5年去框嘛，框，不是都会爬起来嘛？对啊，所以 OK 了。好，那用未来的视角来看现在的房价。这个技法的话，你会比较好下手哦。像我有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就看过10几年前的高雄的价格啊，我现在会有心魔跑出来，那个我要讲干话了，好，那个武庙商圈，武庙商圈公寓5楼，以前在卖都189，就这样然后那个烂一点小一点168，189万呢，你一个公寓不用200万呢然后我就去问林店，然后林店这个贵了，我靠，所以以前更便宜嘛？他说对，他说有那个叫民族国宅然后我说他有多便宜？他说他一户应该那个国宅3房的电梯他说他一户110万买得到我说我靠，真的假的？可是他说那个很烂啊，那个你买下去你整理的钱可能都超过房价。我就看过那个时代啊，对啊，所以我也会有这个心魔现在房子上1000万，这个好像很正常的事情那台北新北来看，这个房子不小心就上3000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需要练习的用未来来看现在的房那我因为会做重大建设的功课嘛，所以我现在接受度很高是这样那我也把重大建设拍在会员影片里面反正我自己就是跟着重大建设这样子去布局嘛，我就做给你看。我没嘴炮，我没说叫大家去，然后结果我自己不去，没有啊，我就是这样去做的。尤其我很重视工作人口那个要新开一个公园那个我都觉得还好就不会引来多少工作人口，它只会引来一堆早上运动人口而已，这个对房价有什么帮助那特别重视那个会引入大量工作人口的重大建设然后这样来预估2030年的房价我就会有信心了就这样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是自住换屋，那50%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50%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 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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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好，来讲八卦讲八卦。任何时代买房子都是不轻松的任何时代都是不轻松的。现在那些网络上动不动会出来炒作这个以前买房子容易什么的，我就很纳闷，就是他也不会多想一层，叫做那时候的时空背景，他们就看说以前的房价，像我刚刚的影片的那个什么敦化南路1坪2万多嘛，对啊，就在那边讲，说我也买了北七，这到底义务教育有没有毕业？买房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个复杂的决策任何时代买房都是不轻松的。我想不轻松很委婉都是压力超大的老一辈很怕银行，就是这样来的，有没有？什么说不要欠银行钱不要欠钱赶快还，即使是在利率的低点像疫情的时候补贴到1%多的时候，他们也都不想要欠银行钱为什么？因为怕银行。为什么？以前银行利率真的很高，真的很高。我家族的人的长辈说，他以前买房子的时候，这是一个指标，就是你就问那个有年会西多郎，你就问他说，以前买房子房贷几趴那他讲的趴数大概就是对应他的年龄。那我问到一个应该70岁的他说他以前买房子9%，可能他比较晚买房子，我不知道9%房贷9%，所以搞的什么军公教有那个18%之类的我说房贷9%真的假的？他说真的就这样。而且以前的贷款不像现在，因为银行开在那边，你走进去说怎样怎样。以前贷款要用求的，真的是要用求的就是低声下气的求他给你贷款。以前银行贷款银行根本是开来服务关系户的所以有人很会搞贷款以前的建商也是很嚣张这样那
那大概是这样。然后一般的老百姓要买房子哦，都要用求的哦，各种求，然后求到还利率9%，然后贷款我说那还款几年？哦，30年还是没来没30年哦啊？那他们说印象中他跟我说是10年，然后因为9%的利息很高啊，所以就是要打2、3份工去想办法赶快尽快还掉啊，甚至去标会来把它还掉哦。以前就是这样，现在年轻人哦，我所观察到的是啊，我也没有要酸哈，要泡年轻人，我自己也是年轻人嘛哦。那我观察到的是说，以前父母那一辈哦，他努力了一个世代哦，他从他进社会一直努力，弄了30-40年哦，来给了后代一个相对好的生活，至少比他什么以前农村来的好的生活嘛哦，房子也大大间这样。OK，可是啊，这个就变成年轻人的标准了的起点了哦。年轻人就会说，好，那我自己结婚，我要去买房子，我也要跟旧家一样这么大。我靠，你知道要讲什么吗？对啊，你旧家那算全幢可能80几坪呢。对啊，哦，啊就这样哦。年轻人会踩在上一代努力的结果作为起点，然后来，嘿，就会发生这个现象。然后年轻人有比较强吗？没有啊。不然公平到底怎样叫公平？就是要让刚退伍哦，然后工作3年之内的年轻人能够买起大安森林公园第1排正3房平平的高楼层有景观，这样才叫公平嘛？就不是嘛？能买那种东西的都不是凡人哦。如果你能够看到那种，你已经不是凡人了。那一旦你不是凡人，你也不会去管普通人怎么想哦，就让普通人继续在那边吵哦，吵那个居住正义。居住正义吵要是有用，拜托哦，这早就会有用了啊！吵到现在这样，得到什么？得到社会住宅哦，然后得到社会住宅也不让你买卖啊哦，它也是3年哈。如果你是关怀户的话，12年，但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哈。那3年以后，好就把你踢出去，好换你直接单挑6年后的房价。我靠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困境与机会哦。以前的人借钱很难借哦，利息超级高哦，所以房价便宜又怎样？哦，他只是贷款了200万啊，9%利息呢，很夸张啊。那以前的工作也不是很好赚，这样哦就很硬了哦。那现在哦是买房的条件是容易的哦，真的是容易的哦。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哦，正常的薪转，政府给你40年，给你心心安哦，你上车是容易的哦。可是房价太高了哦，就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自己的困境跟机会。好，那我的建议是什么？我的建议是，你至少在你的这个世代里头，你自住要想办法搞定吧。对啊，你自住想办法搞定，你至于你要不要自产，第2屋5成，第3屋哦自备要7成，那个东西都在说。但是你自住的房子想办法搞定会比较好吧？对啊，真的是比较好吧？哦，扪心自问，不要那么讲继承啊，继承的问题我也讲过了，就说啊这个大家那么多房子，我买房子干嘛？我就等继承就好。好，你去等。我告诉你，你继承你会等到什么？现在人均余命就这么长哦，都到那个妈妈80-90岁哦，一堆。好，那你自己看，你要等继承的话，你爸妈95走的哦，95岁走的，你几岁了？好，你应该70几吧？好，你70几的时候，你继承到了，好，你继承到了，请问屋龄几年？那个屋龄50几年啊，50几年、60几年的公寓啊，给你继承啊，你要不要？哎呀，所以我们公这哦，大家想要继承就想说我有房子住就好，没有真的继承到那个房子，你只会觉得它是烫手山芋，你要赶快把它卖掉。那你把它卖掉之后，要去买下一个新的房子，大的房子，那你就是要面对之后的房价。即使你卖掉2个老屋继承，还是很辛苦的状态。所以一样用未来来回看现在哦。我们短期内看到2030哦，我们长期看到2045哦，回2045你应该还没退休吧？应该还没吧？你在退休之前你不把自住的房子准备起来，那你要怎么办？你之后要怎么办？你要退休以后，然后看要等到继承还是怎么样？你去单挑2045的房价，我靠，那到时候是要怎么办呢？对，所以准备要趁早。然后我今天也分享了这个技法，就是从未来来回看现在的房价，你会比较好做决策。然后你的依仗就是政府一定会盖，无论景气好坏的重大建设。那再来就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与困境。以前是背房子的压力超级大，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喜短郎你在那边拢溜人嘛，就是这样嘛。他就是游山玩水，那边四海为家嘛，很多嘛，对啊，很多国片的电影不都拍这个，就不负责任的长辈哈啊，
就很多嘛。为什么？因为以前背房子的压力很大，还要标会，还要打好几份工哦。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买房子很简单，真的很简单。预售不是什么定价1068万，你走进去你刷卡都行。然后政府还给你新青安，还给你40年，买房很简单，可是房价超级高哦，超级高。未来会变得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哦。但我还是认为自住要赶快上车，然后再多准备几间自产用的房子。哦，随着通膨一起摆动，会比全部都放什么股票还要理想。你股票赚大钱又怎样？你股票赚大钱之后，你要么租房子，你要么还不是要跑回房市去买一间你自住的房子？所以自住的房子叫做我自己看起来叫迟早要面对的事情。那你在2025还有机会用2025的成本去挑战，就要把它弄起来了。哦，甚至行动力比较好的，应该在早年都把它弄起来了。所以现在自住都爽爽都没事嘛。哎呀，你不要到时候孤身一人哦，你孤家寡人，你要单挑2045的房价，我靠，妈，到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